我被老爸忽悠去竞争对手公司当卧底，本着糊弄父母的想法去面试。巧合的是，竞争对手公司女总裁竟然是我的网恋女友。老爸，你在开什么玩笑？我可是富二代，你竟然让我去纳雪数码电器公司当卧底！儿子，纳雪数码电器这段时间发展迅猛，照这趋势下去，将来肯定能超越咱们公司。市场的蛋糕就只有这么大，他们多吃一口，我们就少吃一口。所以这和我有什么关系？儿子，公司迟早是你的，怎么和你没关系？你们可以派秘书王明去啊。咱们公司有多少人，每个人叫什么名字，对方都一清二楚。而你一直在国外读书，我也没向外界透露过你的身份，所以你是最合适的人选。老爸老妈，我才刚毕业，还没好好享受富二代的生活呢。儿子，你也不想以后出去旅游只能住1000块钱1晚的酒店吧？石小蒲眼中闪过一丝绝望。没事的，儿子，你不想去我们也不会勉强，以后大不了1个星期只吃一次帝王蟹。那就这样，今天的事情就当你爸没说过。面对两人的步步紧逼，石小蒲感到无可奈何。老妈，你能不能别装了？我同意还不行吗？沈依依瞬间恢复到以往的模样，笑嘻嘻地看着儿子。那可就说定了，你去纳雪数码电器当卧底，假以时日，等他们公司被你爸全方位碾压，就给你5个小目标去挥霍。我知道了。换作平时，老爸老妈承诺给他5个小目标，他会欣喜若狂，但今天却高兴不起来。对了，那我怎么入职对方公司？投简历，然后面试。那要是对方公司不录取我呢？这时，一个念头在石小蒲的心中产生：反正我不做准备，就算简历通过，面试肯定也会被刷下来，到时候就没有理由不去上班了。嘿嘿，你尽力就行。那我就先回房间了。跟父母打了声招呼，石小蒲就回房间了。依依，你这演技太强了，今天真的辛苦你了。我辛苦什么？辛苦的是儿子。等儿子完成任务，你必须兑现你的承诺，听见了没有？是，我不但给儿子5个小目标，凡是儿子想要的，一律都给他安排上。这还差不多。石小蒲房间里，石小蒲投递完简历后，他点开和困困熊的聊天界面。在干嘛呢？这个困困熊是他的网恋女友，1年前两人通过玩一个叫做金铲之役的游戏相识的。宝宝，我在上班呀，找我是有什么事吗？1年前两人认识的时候，石小蒲就知道他已经上班了，还知道他上班的地点就在沙市，也是因为他石小蒲才回到了沙市。我准备去上班了。宝宝，你准备去哪家公司上班呀？纳雪数码电器公司，不知道你听过没有？那你简历投了吗？投了，也不知道有没有面试机会。你这么优秀，肯定会有的。怎么办？等等，我紧张什么？他又不知道我是他的网恋女友，而且他也才刚投简历，还没有入职呢。想到这里，苏婉婷给秘书汪晴打去电话。苏总，有什么吩咐？你去人事问一下，今天有多少人投递了简历？好的，我马上去。3分钟后，汪晴电话打了过来。苏总，我问了，今天有4000人投递了简历。4000人，这么多。苏婉婷一时有些头疼，她并不知道网恋男友真名叫什么。他好像是利普大学毕业的，这个大学在国外也不是什么很有名的学校，应该能缩小一些范围。你问一下，有几个是利普大学毕业的？几分钟后，苏总，有4个是利普大学毕业的。好，你通知一下这4个人，明天11点来公司，我明天亲自去面试他们。好的，苏总。我被老爸忽悠去竞争对手公司当卧底，本着糊弄父母的想法去面试。巧合的是，竞争对手公司女总裁竟然是我的网恋女友。第二天，石小蒲刚来到车库，就看到老妈沈依依早已在车库等自己了。儿子，是不是准备去面试呀？老妈，你说我是开保时捷去还是开法拉利去好呢？都不行。那我开什么车？开雅迪去吧。儿子，做戏的做全套，你要是开法拉利去，别人会怎么看你？所以为了你不被怀疑，只能委屈一下。行，开雅迪就开雅迪。石小蒲深深吸了一口气，坐上雅迪。等一下，儿子。石小蒲转头看向沈依，以为她良心发现，准备给自己一个大惊喜。我在纳雪数码电器公司附近的小区给你租了一个80平米的房子，以后你就不用回家了。石小蒲嘴角抽搐，小声嘀咕了一声。好家伙，还真是个大惊喜。儿子，你说什么？没什么。石小蒲生无可恋的开着雅迪就离开了。纳雪大厦会议室里，苏婉婷心事重重地坐在面试主位上，左边坐着人事部经理宋敏，右边坐着秘书汪晴，对面坐着3个人，全都是利普大学毕业的，2男1女。人事部经理宋敏看了一眼手机，已经到了11点20，对着苏婉婷说道：“要不我们开始吧？”不是还有一个叫石小蒲的汪晴，你没有通知他吗？一说起石小蒲，汪晴就来气，她恶狠狠的道：“早晨给他打了3、4个电话都没接，10点半才打通，他还问我为什么不早点提醒他。这种人既没有素质，也没有时间观念，就算招进来也没什么用。所以……”话还没说完，突然石小蒲气喘吁吁的走了进来。不好意思，我来晚了。你怎么一点时间观念都没有？现在都11点20了。真不好意思，昨天睡得比较晚。苏总最讨厌别人找借口，这个叫石小蒲的人肯定会被苏总骂一顿，然后赶出会议室。行了，你坐对面去吧。这就算了。石小蒲找了个位置坐下来，
好了，人已经到齐，我给你们介绍一下，我叫宋明，是纳雪数码电器公司的人事部经理，而我身旁的这位是公司的总裁苏总苏婉婷。宋明指着苏婉婷向众人介绍，对面三人倒吸一口凉气，唯独石小蒲脸上没有任何表情。这气质，难道他就是我的网恋男友？好了，现在开始面试，下面我会问你们几个问题，然后按照你们回答的内容打分。对面4个人齐刷刷点了下头。第一个问题，请你们依次阐述一下为什么会选择我们公司。从左边第一个男生开始吧。贵公司在行业处于顶峰，我作为求职者希望有一个可以发展自己的好平台。然后第2个、第3个依次回答，他们的答案虽然不是很完美，但也还算得上中规中矩。轮到石小蒲时候，他清了下嗓子，从容不迫道：我在网上了解一下，贵公司的伙食很不错。我是一个对于吃比较挑剔的人，一般的公司入不了我的法眼，所以我想入职你们公司。场内除了苏婉婷之外的其他7个人都傻眼了。你是来捣乱的吧？苏婉婷对着汪晴使了个眼神，然后看向石小蒲。没事，能够说出自己真实的想法也很好。好了，下一个问题，你们觉得你们能给我们公司带来什么？我具备这个岗位的专业技能。第1、第2、第3个人都回答完了，又轮到石小蒲的时候，漫不经心道：我能给你们带来一个干活的人。石小蒲短短几个字就抓住了重点。坐在石小蒲身旁的3人嘴角忍不住想要往上扬。人事部经理宋敏直接猛圈，他前前后后也面试过差不多1万人，什么场面没见过，但像石小蒲这样的他还真的是第一次见。后面又陆陆续续问了几个问题，其他3人都规规矩矩的回答，只有石小蒲不按常理出牌，回答的一个比一个奇葩。人事经理宋敏的草稿纸上写了4个分数，分别是90、83、86。还有一个53是石小蒲的得分。我被老爸忽悠去竞争对手公司当卧底，本着糊弄父母的想法去面试，巧合的是竞争对手公司女总裁竟然是我的网恋女友。好了，今天的面试就到这里，你们可以回去等通知了。等一下，我还有一个问题。苏总，你还有问题？这个问题很简单，那就是你们平时喜欢玩游戏吗？不喜欢玩游戏。除了石小蒲之外，其他3人异口同声的回答，他们下意识认为这是苏总在给他们下套。我喜欢玩游戏。什么游戏？金蝉之翼。果然，这个帅帅的男生就是我的网恋男友。等面试人都走后，宋敏提出他的建议。第一个男生还有第2个女生表现得很好，我觉得这2个人很适合我们公司。你呢？苏婉婷没有答话，转头看向身旁的汪晴。我觉得宋经理说的对，既然你们都这样说了，那么就录取第1个男生和那个叫做石小蒲的男生吧。好。苏总，你说什么？我说录取第1个男生，还有那个叫石小蒲的。那个石小蒲。好了，你们不用再说了，就这么决定了。等苏婉婷回到办公室后，她就拿出手机给网恋男友发去了消息。宝宝，今天面试完了吗？已经面试完了，不过应该不会被录取。啊，你这么优秀，他们凭什么不录取你？我今天迟到了，面试题也是随便乱答的，只要他们脑子没病，就肯定不会录取我。还有，就算录取我了，我也不怎么想去。为什么？给我们面试的那个女总裁特别凶，我一点都不喜欢。啊，那个女总裁凶你了？是啊，我不过就迟个到，她竟然对着我摆出一副臭脸。也许她并不是有意的。管她有没有意，反正我就是不喜欢她。苏婉婷不知道该怎么帮着自己解释，只好换了一个话题。那她长得好看吗？长得倒是很漂亮。如果她要你当她男朋友，你愿不愿意？不愿意，打死我都不愿意。豫园别墅里，沈依依坐在沙发上玩着手机，突然抬头看向石天花，眼神中充满了担忧。天华，你说儿子今天的面试会不会通过？你也不看看他是谁的儿子，肯定会通过的。可我怎么觉得儿子不会认真去面试呢？就在这时，石小蒲步伐沉重，沮丧着脸回来了。儿子，怎么了？面试还顺利吗？沈依依看着儿子脸上的表情，她隐约感觉到了一丝不妙。妈，我对不起你，今天面试有点紧张，没表现好，估计不会被录取。没录取就没录取，大不了再想其他办法。可是没事的，儿子，你不用自责，我们不会怪你的。一阵手机铃声打破了这祥和的气氛。儿子，是不是你手机响了？好像是的。那你快接电话吧。你好，我是纳雪数码电器公司人事部的常员，恭喜你通过我们公司的面试，请于明天早晨9点之前来公司报到。我被老爸忽悠去竞争对手公司当卧底，本着糊弄父母的想法去面试，巧合的是竞争对手公司女总裁竟然是我的网恋女友。你好，我是纳雪数码电器公司人事部的常员，恭喜你通过我们公司的面试，请于明天早晨9点之前来公司报到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我说你已经通过我们公司的面试，明天早晨9点来人事报到。哦，那就不打扰了，祝你生活愉快。儿子，谁给你打的电话？还能是谁？那雪数码电器公司的人呗。那雪数码电器，所以你这是被录取了。石小蒲微微点了下头。你看看，我就说儿子肯定会被录取吧。沈依依没有搭理石天花，疑惑不解道：可是你刚刚不是还说自己没发挥好吗？怎么现在又被录取了？可能是因为给我们面试的女总裁看我长得帅。那个苏婉婷。是的，儿子，我可听说这个苏婉婷没有男朋友，
要不你去把他搞到手。不行，为什么？他太凶了。也是，女人太凶了是不好。说话间，石天花悄悄瞥了沈一眼。你什么意思？说我凶是吧？没有。那你刚刚瞥我一眼干嘛？有吗？家里可是有监控的，你要是不承认，我就去看监控了。行，看监控就看监控。随后，两人一同朝着楼上走去。石小蒲看着父母离去的背影，笑了笑。他知道老妈这是在和老爸开玩笑。就在这时，石小蒲的网恋对象打来了电话。宝宝，你有没有收到录取通知？收到了，不过你怎么知道我被录取了？一般的公司都会在这个时间段发录取通知的。你真的被录取了？当然真的。你这么优秀，我就知道你肯定会被录取的。我面试表现的那么差都能被录取，这样的公司真的不会倒闭吧？我公司录取他，竟然还来诅咒我的公司会倒闭。哼，要不是看在他是自己男友的份上，非得把他安排去扫厕所。你别这样说自己，我觉得你很厉害，很优秀。我感觉他们并不是因为我优秀才录取我的，他们肯定是被我帅气的外表给征服了。我就没见过你这么不要脸的。我怎么不要脸了？哪有人自己夸自己帅的？要不我们见一面，这样你就知道我长得帅不帅了。我也想见你，但现在还不是时候。哦，好啦，我保证1个月之内肯定会和你见面。真的？真的。我被老爸忽悠去竞争对手公司当卧底，本着糊弄父母的想法去面试。巧合的是，竞争对手公司女总裁竟然是我的网恋女友。第二天早上，我起了个大早，赶在8点59到达奈雪数码电器公司。询问同事后，我找到了昨天打我电话的常源。此时常源正专心致志地看着电脑，完全没注意到站在一旁的我。我小心提醒道：“你好，我是来报道的新员工。”常源抬头看向我，但脸上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。入职的东西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随后，我把早已准备好的身份证、学历证等入职需要的材料拿出来，放在面前的桌子上。你去那边休息区坐一会吧，办入职可能需要一点时间。好的，我应了一声，就往休息区走去。休息室里坐着20多个人，这些人都是昨天通过面试招进来的新员工。昨天和我一起面试的一个男生也在这里，同时那个男生也注意到了我。男生瞳孔放大，惊讶的下巴都快要掉下来了。看你这表情，是不是很惊讶？为什么我会被录取？男子点了点头。说实话，我也很惊讶，不知道这个公司是不是有什么毛病啊？虽然我这样说，但男子并没有相信我的话。毕竟一个公司不会无缘无故招一个面试捣乱的人。就在这时，总裁秘书汪晴拿着一张表走了进来。那个叫石小蒲的，我带你去见你的领导。什么情况？他比我们后来还比我们先入职，而且还是总裁秘书亲自带他去入职。这个叫石小蒲的到底是什么来头？总裁秘书长得这么好看，要是能成为我女朋友该多好啊！是啊，不过我听说这个公司长得最好看的是公司的总裁，也不知道总裁长什么样。总裁长什么样跟你有关系吗？难道总裁还能看上你一个新员工吗？我在他们议论声中朝着汪晴走了过去。不是说办理入职需要一段时间吗？怎么我的这么快？因为你是咱们公司重点培养的对象，你被分配到市场营销部2组，2组是市场营销部最好的组。重点培养对象，我又不是3岁小孩，这不就是给我画大饼吗？这个2组的领导肯定不是什么好人。谢谢王秘书，我会珍惜这个机会的。汪晴见我被他成功忽悠住了，脸上浮现出一抹得意的笑容。你得好好加油哦，不要辜负我们对你的期望。然后汪晴带着我来到了市场营销部。马主管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你们组新来的员工，他的名字叫石小蒲。这小伙子长得这么帅，也不知道能不能受得住折磨。王秘书把他交给我，你就放心吧，我一定让他在我们2组好好工作的。石小蒲，那你就跟着马主管好好学习吧，我还有事就先走了。好的，谢谢王秘书，我会好好学习，好好干的。我脑子有病才会好好干，好好把公司搞垮才是我来这里的目的。汪晴离开后，马德发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，把我带到一个布满了灰尘和杂物，看起来十分凌乱的办公位。这个以后就是你的工位了。这地方这么脏，能办公吗？脏，公司请你来是干活的，不是让你来享受的。你觉得脏把它弄干净不就行了吗？这么大一个公司，连保洁都没有吗？连工位都要我自己打扫？我当初来3组的时候，工位也是这样的，我可没有像你这样。那你可真勤快。你什么意思？作为一个新员工，有你这么跟领导说话的吗？呵呵，我只知道谁尊重我，我就尊重谁。好啊，我看你是不想在这个公司待了。你要是不愿意干，可以直接滚。你以为你是谁？你有什么权利让我滚？卧槽，这个新人也太牛逼了！入职的第1天就敢跟主管硬刚，太帅了！想当年我也是被这样欺负过，但我就不敢去硬刚。说实话，我还真有点佩服这个新人，他说出了我们的心声。此时，一个同事把他拉到一边说道：“兄弟，你别和他去争了，你争不过他的，他好歹也是个领导。”石小蒲平复了一下心情，端详着眼前的人，一看就饱受主管的摧残。领导怎么了？领导就可以欺负人？他可不止对你这样，2组的员工基本上都被他弄了一遍。你们不反抗吗？我们也去举报过，但听说采购部经理是他表哥。男同事一脸沮丧，
要不是他有房贷和车贷，早就离职了。他曾经也是一个热血青年，可现在却被生活磨平了棱角。采购经理这样牛吗？同事赶紧小声说道。那可不，听说这个采购经理经常吃回扣，已经贪了公司不少钱。这么黑心，公司里没人能管得住他吗？这我就不知道了，毕竟我也不是领导。说的也是，兄弟，现在找个工作也不容易，我劝你还是先忍忍吧。我点了点头，心想好不容易进了公司，还没开始搞破坏，怎么可能就这么轻易离开？至于这个马德发，以后有的是机会整治他。这就对了嘛，等会我帮你去把你工位给打扫干净。这怎么行？没事，大家都是同事，或许以后我也有要你帮忙的时候呢。见男同事一再坚持，我只好答应了下来。马主管，我已经和他说了，他会把工位好好收拾的。马德发看了我一眼道：行，那你把工位打扫干净吧。我没有说话，开始和男同事一起打扫起工位上的卫生。马德发见我没有回他的话，也识趣的走了。20分钟后，我们两人打扫完了工位上的卫生，看着面前整洁的办公桌，我露出了欣慰的笑容。今天真的谢谢你了。没事，这点活相对于我们的工作来说根本不算事。看着男同事真诚的样子，我陷入了沉思。对了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石小蒲，你呢？我叫童伟。童哥，我中午请你吃饭吧。别人帮了我的忙，礼尚往来，我也得意思一下，不能让别人白忙活。请。童伟应了下来，他知道这是我表达善意的一种方法。我被老爸忽悠去竞争对手公司当卧底，本着糊弄父母的想法去面试，巧合的是竞争对手公司女总裁竟然是我的网恋女友。童哥，我中午请你吃饭吧。请。就在这个时候，马德发笑盈盈的走了过来。看来你还蛮闲的，既然你这么闲，这里有个任务，你来完成一下吧。任务？什么任务？马德发把一沓资料放在石小蒲桌子上，对着我说道：我们公司新研发了一个游戏机，这是游戏机的资料，你来做一下这个游戏机的营销方案。马主管，你……马德发瞪了童伟一眼，继续对着我说道：你明天下班之前，你把方案交给我。好。要是明天下午我看不到你的方案，你就自觉去人事部辞职。要是明天下午我能完成呢？要是你明天下午能完成，我就去人事部辞职。这可是你说的。是我说的，你可不能随便做一个方案去糊弄我，质量不达标的是不算数的。马德发又看向童伟，补充道：童伟，你不要想着去帮他忙，我会时刻监督你们的。马德发走后，童伟立马凑到我耳边说道：你干嘛要和他打这个赌？连我都要3、4天才能做出一个方案，你一个新人凭什么能2天做出一个方案来？我拍着胸脯保证道：我自然有办法，这个你可以放心。童伟无奈的摇摇头：老爸，江湖救急。儿子，怎么了？我刚刚入职，这狗主管就给我布置了任务，要我2天之内做一个游戏机的营销方案出来。你这主管不是欺负人吗？哪有第一天上班就做营销方案的？是啊，这傻逼主管太欺负人了，所以我想让咱家公司的市场营销部的人帮我做一下。没问题，你把那个游戏机的资料发给我。好的，老爸。新进的员工都安排好了吗？都安排好了。那2个利普大学的也安排好了。安排好了，一个分配到市场营销部2组，另一个去了市场营销部1组。谁去了1组？刘进去了1组。也就是说是小蒲去了2组。听说2组的主管风评不怎么好，不行，我得去看看。我被老爸忽悠去竞争对手公司当卧底，本着糊弄父母的想法去面试，巧合的是竞争对手公司女总裁竟然是我的网恋女友。苏总，你怎么有空来我们市场营销部了？今天比较闲，想来这里看看。这哪是来看看啊，这是来视察工作的啊！我们市场营销部的员工是全公司最敬业的，基本上每天都是最晚回去的。哦，这个员工包括你吗？张强背后一凉，还真不包括他，他基本下午7点多就回家了，但这个时候只能死鸭子嘴硬。当然包括我，我每天都等最后一个员工走了我才走。你可真敬业啊！公司每个月给我发这么多工资，我当然得敬业啊。好了，不说这些了，你带我去看一看你们员工的工作状态吧。好的，苏总。苏婉婷和张强刚来到2组，马德发就立马凑了过来。苏总，你怎么来了？苏婉婷并没有搭理马德发，只因他此时看到石小蒲正在和一个女同事聊着天。苏婉婷当机立断走了过去，马德发和张强也跟了过去。石小蒲，你在干什么？你上班怎么不好好坐在自己的工位上？苏总，石小蒲找我是来问关于做营销方案的技巧。他才刚刚入职，需要问什么？马主管今天给我布置了任务，让我做一份游戏机的营销方案，还说明天下午之前必须完成。还有这事？一滴汗水从马德发额头渗出，他不知道该怎么解释。张强看出了马德发的窘迫，赶紧解释道：可能马主管看石小蒲有潜力，想要好好培养他吧。马德发看张强帮他解释，赶紧笑着附和道：是的，张经理说的对，我就是这样想的。放屁，马主管就是为了为难我才给我布置这样的任务的。那也是因为你不听从我的安排，我才这样的。你故意给我安排一个满是灰尘的位置，要我去打扫，还说我不服从安排。这些都是真的吗？苏总，这都是石小蒲胡编乱造的，我没有做过这种事。你没做过，
那就是石小蒲在说谎。这个时候，童伟站了出来。我能证明石小蒲没有说谎，不单单是石小蒲，每次我们市场营销部来新人，马主管都会用这种方式打压。见童伟站了出来，其他同事也都纷纷站了出来。是啊，当初我来市场营销部的时候也被他整过。每次都把各种各样的任务压在我们身上，我们辛辛苦苦完成任务后，功劳还都被他抢走了。他还经常打视频骚扰我，我不接他视频就继续发信息，我手机里还保存着他骚扰我的记录。马德发一时不也知道该怎么狡辩，只能把目光看向张强，想要得到张强的帮助。张强尴尬地把目光转向别处，现在这个局面已经不是他可以解决的了。马主管，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马德发把头低了下来，他知道自己已经在劫难逃了。既然你没什么解释了，那就去人事部领辞退通知书吧。处理完马德发的事情后，苏婉婷看向石小蒲，你那个营销方案不用做了，等会让张强去安排。不行，我都已经开始做了，哪有半途而废的道理？我都已经把游戏机的资料发给了老爸，老爸那边的市场营销部已经开始做了。这个时候叫停，他们不是白忙活了吗？不愧是我的网恋男友，竟然这么有责任心。行，那你继续做吧。我被老爸忽悠去竞争对手公司当卧底，本着糊弄父母的想法去面试。巧合的是，竞争对手公司女总裁竟然是我的网恋女友。苏婉婷走后，同事们全都聚拢了过来。石小蒲，你真的太牛逼了，太帅了！你可真是我们二组的福星，第一天上班就把马德发这个祸害给除掉了。感觉少了马德发后，整个办公室空气都新鲜了不少，哈哈哈。就是不知道马德发走后会安排谁来当这个主管，要是新来的人比马德发还没人信就惨了。等同事散去后，这时童伟疑惑的道：苏总都不要你做营销方案了，为什么你还要接下来？我就想试一试。那不需要我帮忙？不用，我自己能完成。行吧，既然你都这样说了，我就不勉强了。如果有需要帮忙的地方，你来找我。我会的。随后我回到自己工位，给网恋女友发了一条消息。我跟你说一件事，我第一天来上班就被主管为难了。啊，你们主管怎么为难你了？他故意给我安排了一个满是灰尘的工位，让我打扫卫生，还要我一个新员工做营销方案。你们主管太坏了，竟然这样欺负我的宝宝。是啊，不过今天我们总裁来了。然后呢？然后他又凶我了。为什么要凶你？我也不知道，感觉有点莫名其妙。不过今天总裁做了件好事。什么好事？他把我们主管给开除了。那你们总裁人还蛮好的。还行吧，不过我还是忘不了他对我的态度。哈哈，你这是准备记一辈子吗？当然不，这有什么好记的？一转眼时间就来到6点半，我伸了个懒腰，收拾起自己的东西准备离开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耳边传来童伟的声音：你这就准备走了？都下班了，不走留在这干嘛？我们市场营销部正常下班时间是11点，你这么早走不怕被经理骂吗？我不怕，反正我也没啥事做，留在这里也是浪费时间。说完这句话我就离开了。刚到大厅就遇到了营销部经理张强。张强习惯性的准备开口骂人，突然又想起苏总在办公室里和他说的那些话，他立马换上了一副亲切的语气：小哭啊，你这是准备回家吗？是啊，张经理你不走吗？我不着急，我还有事没做完。哦，那张经理再见。我被老爸忽悠去竞争对手公司当卧底，本着糊弄父母的想法去面试。巧合的是，竞争对手公司女总裁竟然是我的网恋女友。我刚到公司门口，就看到一个男子手里还捧着一束鲜花，笑眯眯地朝着苏婉婷走了过来。苏婉婷露出嫌弃的表情：李佳伟，我真的不喜欢你，请你不要再做这样的事情了。对于苏婉婷的拒绝，李佳伟已经习以为常了，他依旧厚着脸皮站在原地。你不喜欢我没关系，但我有追求你的权利，而且我相信，只要我一直坚持，你一定会被我打动的。好话烂话都说尽了。突然，苏婉婷在人群中看到了我。此时我正打开手机的录像功能，想要记录这激动人心的一刻。苏婉婷直接朝着我走了过去，顺势把我拉了出来，然后转头看向李佳伟：我已经有男朋友了，希望你以后不要再纠缠我了。男朋友？他身上几百块钱一件的衣服，手上也没有名贵的手表，除了长得比我帅之外，其他的哪一点比我好？你对我男朋友放尊重一点。呵呵，他这种穷鬼哪一点配得上你？这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就喜欢他这样的。不等李佳伟开口，苏婉婷就拉着我的手往自己的玛莎拉蒂走去。上车后离开了这里。我被老爸忽悠去竞争对手公司当卧底，本着糊弄父母的想法去面试。巧合的是，竞争对手公司女总裁竟然是我的网恋女友。苏总，你这是干嘛？怎么，当我男朋友委屈你了？我已经有女朋友了，我不想让她误会。你女朋友难道有我好看，有我有钱？我不知道她长什么样，也不知道她有没有钱，我只知道喜欢她。我们之间的感情不是金钱能衡量的。所以你们俩还没见过面？那万一她长得特别丑怎么办？丑就丑，反正我喜欢的也不是她的外表。真的假的？你们男人不都喜欢长得好看的吗？我们男人是喜欢长得好看的，但我更欣赏灵魂层面能够相互交流的人。没想到你还这么深情。苏总，刚刚那个人虽然长得没有我帅，
但看起来也蛮有钱的，你为什么不喜欢他？首先他没有我有钱，然后在我眼里他还不如你呢。你这话说的。婉婷，听说你找到男朋友了？20多年的铁树终于开花了。没有啊，你听谁说的？这你别管，你刚刚是不是拉了一个男生的手上车？这才刚刚发生的事情就被江飞知道了，这消息流通的太快了吧？我和那个人没有关系，之所以挽他的胳膊是因为李佳伟一直纠缠我觉得很烦，所以我才找了个同事陪我演戏。没事，我不会误会，你现在也到了该谈恋爱的年龄，找个男人谈恋爱也很正常。你别说了，再说我就把你拉黑了。行吧，我不说了，你去和你的同事约会吧。我没有。苏婉婷看到电话被挂断了，她连忙再次拨打过去，可拨打过去的电话就像石沉大海般，得不到任何回应。苏婉婷闭上眼睛，短暂平复了一下心情，头又看向石小蒲。都怪你，我闺蜜都误会我了。怪我做错什么了？你突然，苏婉婷在这一瞬间恢复了正常，她赶紧转移话题。你住在哪里？我被老爸忽悠去竞争对手公司当卧底，本着糊弄父母的想法去面试。巧合的是，竞争对手公司女总裁竟然是我的网恋女友。对了，你住在哪里？我好像住在江南豪庭。什么叫好像住在江南豪庭？你对你住的地方这么不熟吗？因为这是我昨天刚租的房子。好吧。随后，苏婉婷开往了江南豪庭。江南豪庭离公司也就5公里。15分钟后，玛莎拉蒂在出租房下停了下来。我跟苏婉婷说了再见，就下了车。苏婉婷也跟着下车。苏总，不用送了，你回去吧。我有说我要送你吗？不是要送我，难道你也住这里？我怎么可能住在这里？那苏总，你这是要干嘛？我想去你家里看一眼。不行，绝对不行。怎么不行？你一个女人去我家里，对你影响不好。没事，反正我也没男朋友。我有女朋友。你女朋友又不知道，这会有什么影响？有影响，有很大的影响。虽然我们是网恋，但我不能因为她看不见就做对不起她的事情。对不起她的事情，石小蒲，你脑子里在想些什么？我就上去看看而已，又不非礼你，你能不能正常一点？你真的不会对我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？真的，我发誓，这种事换做别人的话，巴不得让我去他家里做。这个石小蒲竟然百般拒绝我，好气啊！不过这恰好说明他是个专一的男人，不会因为别的女生长得好看而出轨。我还真没看错人。行吧，就看一下。我被老爸忽悠去竞争对手公司当卧底，本着糊弄父母的想法去面试。巧合的是，竞争对手公司女总裁竟然是我的网恋女友。行吧，就看一下。随后我带苏婉婷来到了2楼，2楼有3间房，我记不清自己的出租房在哪一间，我只记得老妈说过在2楼。犹豫了几秒钟，我选择了1202，来到门前，掏出钥匙，小心翼翼地插入孔内，用力一拧，门没有丝毫反应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房门被一个20岁模样的女生从房里走了出来。你是谁呀？我忘记知道。真不好意思，我记错房间了。女生皱了皱眉，目光落在我身后的苏婉婷身上。这女生也太好看了吧，女朋友这么漂亮，这个男生应该也不是什么坏人。声应了一声，默默地把房门给关上。此时，苏婉婷一脸黑线。这个石小蒲也太不靠谱了吧，连自己住在哪里都能搞错。既然不是1202，现在还剩1201和1203，1/2的概率。最终我选择了1203，怀揣着忐忑的心情，我把钥匙插进1203的钥匙孔内，咔嚓一下，门被打开。我和苏婉婷走进去，迎面而来的是一个大客厅，客厅里摆放着3个白色的沙发，沙发中间有一个桌子。苏总，你看完了没有？你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，你看完就可以走了。你就这么不欢迎我？这不是欢不欢迎的问题，主要是孤男寡女，影响不好。这有什么影响不好的？说完，苏婉婷来到沙发前，一屁股坐了下来，环顾四周看了一眼。没想到你的出租房这么干净。我无奈地摇摇头，坐在了另一边的沙发上，和苏婉婷保持了一段距离。因为我平时就比较爱干净。我被老爸忽悠去竞争对手公司当卧底，本着糊弄父母的想法去面试。巧合的是，竞争对手公司女总裁竟然是我的网恋女友。我平时就比较爱干净。就在这时，苏婉婷指着桌子一个摆件问道：“爷，你这是和田玉吗？”我靠，老妈怎么搞的？这可是价值400万的和田玉，竟然随意就放在桌子上，难道不害怕自己被暴露吗？这只是我在街边随便买的，也就花了50块钱，怎么可能是和田玉？真的假的？真的，当然是真的。我要是有这么大一块和田玉，我还租什么房子？说的也是，如果真的是和田玉的话，都能买2套这样的房子了，怎么可能还要租房子？忽然，苏婉婷站了起来：“你干嘛？”我去看看你的厨房。厨房有什么好看的？爷，你家冰箱里怎么什么东西都没有？我不是说了我才刚搬来吗？哦，那你去买点菜回来吧。啊，买菜干嘛？当然是做饭啊。做饭？我又不会做饭。我会啊。你会？别磨蹭了，快去。要去你自己去，有这功夫还不如叫外卖。
我被老爸忽悠去竞争对手公司当卧底，本着糊弄父母的想法去面试。巧合的是，竞争对手公司女总裁竟然是我的网恋女友。有这功夫，还不如叫外卖。苏婉婷见我不听她指挥，威胁道：“你还想不想上班了？我就不信你能这么轻易放弃这份工作。”嘿嘿，不上就不上，我又不靠这个吃饭。我最不喜欢的就是别人威胁我，而且我本来就不想上班。如果苏婉婷把我给开除了，正好一举两得。真的不去？不去。见我不吃硬的，苏婉婷只好换成软的了。去嘛去嘛。我差，平时在别人面前高冷的总裁，竟然还有这一副模样。既然这样，那就勉为其难答应吧。哎，行吧。随后我来到了楼下的超市，买了一条鲈鱼、半斤牛肉、1斤白菜，还有一些调料。40分钟后，一道道香喷喷的美食就被苏婉婷端了出来。我用鼻子闻了闻，味道好像还行，就是不知道吃起来怎么样。我带着一丝期待看向对面的苏婉婷，可能是刚做完饭的原因，苏婉婷的俏脸红扑扑的，看起来有点诱人。看我干嘛？吃饭啊？我在想你这才能吃吗？你试试不就知道了。我辛辛苦苦给你做了一顿饭，还被你嘲讽。要是其他人早就乐开花了。哼，下次就算你求我做，我也不给你做了。那我开动了。我夹起一块鱼肉放进嘴里，轻轻一抿，嫩滑的鱼肉与浓郁的酱汁相得益彰，十分美味。怎么样？好吃吗？我被老爸忽悠去竞争对手公司当卧底，本着糊弄父母的想法去面试。巧合的是，竞争对手公司女总裁竟然是我的网恋女友。怎么样？好吃吗？还行吧。还行。苏婉婷也夹起一块鱼肉放进嘴里，很好吃啊。又加一块铁板牛肉放进嘴里。那你再尝尝牛肉。我又尝了尝牛肉，还行。你是不是在找茬？我见苏婉婷真的生气了，赶忙说道：“不逗你了，这几个菜美味无比，比我家厨师做的饭都好吃。”你别，你家厨师？厨师指的是我妈，你比我妈做的饭还好吃。我再次出声，分散苏婉婷的注意力。你这厨艺是在哪学的？啊，你刚刚说什么？我说你这厨艺是在哪学的？这都是我自学的。自学的？是啊，我从高中起就一直在钟表国上学，那里的饭菜实在是难以下咽，于是我痛定思痛，决定自学厨艺。好巧，不过我是从初中开始就在国外生活了，可我到现在为止也只会青椒炒蛋。钟表国，我好像记得，我的网恋女友好像也是在高中的时候就去钟表国留学了，难道？我又看向苏婉婷，眼中闪过一丝迷茫。不对啊，如果我的网恋女友如果是苏总的话，肯定会愿意和自己见面的。这时小蒲不会认出我来了吧？我还想隐瞒一段时间呢。你干嘛要用这种眼神看我？没什么，你的经历和我一个朋友很像，我本来还以为你是他，但转念一想又觉得不可能。还好你有暴露，我还以为是什么事呢。这个世界上经历相同的人很多，可能吧。20分钟后，我俩都吃饱喝足了，我把碗筷收拾了起来，看向苏婉婷：“苏总，你不回家吗？”这么着急赶走我啊？这个死直男一点都不懂我们女人的心思。不是着急赶你走，主要现在有点晚了，你也不可能在我家睡吧？你家好像有几间房，我为什么不可以在这睡？我被老爸忽悠去竞争对手公司当卧底，本着糊弄父母的想法去面试。巧合的是，竞争对手公司女总裁竟然是我的网恋女友。你家好像有几间房，我为什么不可以在这睡？我家就一间房有床啊。瞧把你给紧张的，我开玩笑的。那我先走了，你不用送了。哦，我不送。我站在原地，丝毫没有动的意思。苏婉婷又瞪了我一眼，就走了。苏婉婷走后，我提着的心瞬间就放了下来，慵懒地躺在了沙发上。就在这时，手机突然响了起来，是老妈打来的。儿子，今天上班累不累呀？累，我真的快累死了。这日子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？儿子，辛苦你了。过几天老妈给你带点好吃的。一点好吃的就能收买我受伤的心灵吗？那你还想要什么？算了，就带吃的来吧。宝贝儿子，我就知道你最乖了。对了，你桌子上摆的那个和田玉是什么意思啊？和田玉，那不是你最喜欢的摆件吗？今天我们总裁到我出租房来了，差点就被他发现我的身份啊！你们总裁去你出租房干嘛？也不知道他发什么神经，突然就想来我出租房看一看。儿子，有没有一种可能，那就是他喜欢你？不可能，我们才刚刚认识，他怎么可能喜欢我？难道是他产生了疑心？我也是这么觉得的。那你以后小心一点，被他发现就不好了。我会的。现在也不早了，你早点休息，儿子。沈依依说完这句话，直接挂断了电话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又收到了消息提示声，是困困熊发来的。我被老爸忽悠去竞争对手公司当卧底，本着糊弄父母的想法去面试。巧合的是，竞争对手公司女总裁竟然是我的网恋女友。就在这时，网恋女友发了来消息：宝宝，你在干嘛？刚刚和我妈通完电话啊，她和你说了什么？她问我上班累不累？那你怎么回的？我说累死了，不想上班。听见石小蒲说不想上班，苏婉婷神经紧绷。看来以后还得多多关心她，万一她想不开辞职了，我怎么和她培养感情啊？上班有这么累吗？当然累啊，最主要是心累。我感觉还行啊。可能你工作内容比较清闲吧？清闲倒不至于，我只是乐在其中。
可是我不能乐在其中。你才刚上班，还不适应，等以后适应就好了。应该是吧，先不说了，我去洗澡了，明天早晨还得去上班。好的，宝宝。第二天早上，我被公司总裁打来的电话声音吵醒。喂，你谁啊？苏婉婷。苏总啊，你有什么事吗？该去上班了。上班？我看了一眼手机上的时间，现在才刚刚8点钟。这么早上什么班？快点下来，你昨天不是没开电动车回来吗？我送你去。不用，我谢谢你，我打车去就行。给你10分钟，快点下来。我深深叹了一口气。15分钟后，来到了楼下，我慢悠悠地走到玛莎拉蒂旁，上了车。一大早怎么这么无精打采？这么早起床，你说呢？上班要有上班的样子，你看我精神多好。你是总裁，可以随意安排人，我只是一个小职员，我不摆烂就算好的了。你只要好好努力，也有可能成为总裁。我笑了，我不努力也能成为总裁。我不想和苏婉婷争论这些没有营养的东西，随即敷衍道：我知道了。车子在公司楼下停了下来，汪晴早已在这里等候。我和苏婉婷下了车，汪晴看到我从车里下来，愣了一下。你怎么和苏总一起来了？我也不想和苏总一起来，是他一大早就把我叫醒，然后硬要送我来公司。